，Edina 和 Uger 都已经发币了，当下市场该如何用稳定币挖矿，并且埋伏潜在空头？这期视频会介绍一个有空头机会、基本面还不错的项目，并且告诉各位如何用稳定币既埋伏空头，又拿30%到40%的年化收益。一起来榨干手上稳定币的价值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 Top Trend 的节目，我是 CH。一般我们的策略手上会有一些风险资产，比如以太币、比特币，也会有一些预防大盘忽然下跌可以抄底的稳定币。之前我们手上的稳定币参与了2个项目，都有比较不错的回报，一个是 Edina， 另外一个是 Uger， 2个都上了币安。项目的估值分别一个是140亿美金，另外一个是43亿美金，收益和回报都非常不错。最近 Uger 上了币安，空头的代币也拿了。如果你们想要赚取稳定但是相对比较低的策略，现在的 Edina 跟 Uger 都还算是不错的稳定币矿池，但我个人可能更加喜欢打游击战。一个项目获利之后，会挪一部分的资金去玩可能有更高收益的项目，所以这期视频分享一个类似 Edina 的稳定币项目，目前还没有发币，可以挖积分获得之后的代币空投。如果这个项目最终能够脱颖而出，空头的收益可能也会挺不错。这期视频我会分成3个部分：第一，分析项目的估值；第二，讲解项目的机制；第三，说明参与的不同策略。选择一个合适的策略，才可以最大化我们的挖矿收益和空头回报。无论你是大资金还是小资金，视频的最后都有一些不错的参与方式，记得看到最后。不说废话了，我们直接开始。这个项目叫做 Resolve， 是 Delphi Digital 投资的项目，目前还没有公布非常明星的投资阵容，所以大资金还没有冲进来这个项目挖矿。如果大家只玩一些有明星投资的项目，那么 Resolve 可能不太合格。之后我也可以分享其他有明星机构投资的项目给各位，只不过其他的项目可能会比较卷一些。之所以我愿意分享这个项目，主要的原因有2点：第一是项目的机制确实靠谱，产品的设计是 OK 的，以及最近的市场愿意给稳定币项目相对高的估值。尤其是 Edina 还有 Uger 这2个项目出现之后，稳定币这条赛道的估值回报可能都相对比较好。我先给个结论哈 ，Resolve 的机制和 Edina 极其类似，有对比就容易去估算项目的估值。我整理了一张表格，这是 Edina 和 Uger 最近比较好的2个稳定币项目的一些数据。TVL 是锁仓量 ，FDV 是全流通估值。不难发现，2个项目的 TVL 和 FDV 之比都是0.4倍左右。所以根据现在的观察，稳定币项目的估值和自身的锁仓量数据密切相关，估值依旧非常仰赖基本面的数据，比例大概是0.4倍左右。所以如果一个稳定币项目有好的基本面，市场应该都会给出不错的估值，代币的价值也会更加值钱。现在 Resolve 的项目锁仓量大概是3.1亿美金左右，依据现在市场的估值方式，该项目的估值现在应该可以价值7到8亿美金。如果之后 Resolve 的锁仓量可以持续增加，提升到10亿美金，那么估值可能可以高达20多亿美金，空头的价值也会更加大。听到这里，是不是感觉有机会可以瓜分20亿美金估值大项目的空头，感觉很诱人？但是可能会有个变量，让这个空头到时候没有那么诱人，那就是0.4的比例呢是 Edina 和 Uger 的比例。如果 Resolve 之后没有办法上线币安，那么可能就不能完全参考以上币安这2个项目的估值方式，到时候可能0.4需要再打一些折扣。但是无论如何，基本上现在可以确定，这个项目发币之后估值应该会不错，达到10亿到20亿美金的估值应该不太难。但是还是得强调，这只是按照现在的数据做估算，如果之后有其他的事情发生，预期随时都得做转变，不做任何的预测和投资建议。以上就是第1个部分，项目的估值和潜力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来深入了解该项目的运作机制，看一看这种模式的项目靠不靠谱。首先 Resolve 是一个由以太币完全抵押支持的稳定币协议，其核心是发行2种代币。第一种代币是 USR， 锚定1美元的稳定币，每1枚 USR 背后肯定有价值1美金的以太币背书。第2种代币叫做 RLP， 一种保险池的代币，分担市场和对手方的风险，并享受更高的利润分成。
这个项目的策略其实跟 Edina 非常的类似，都采用 Delta Neutral 的策略，协议将用户存入的以太币对冲至短期的永续合约当中，对抗以太币的价格波动，实现市场中性，无论市场涨或跌，以太币的现货收益与期货头寸的损益都会相互抵消，维持仓位的稳定。简单来说呢，就是期限套利啦。有几点需要和各位说明 ，USR 的稳定币呢，价值一般都会在$1，除非它脱钩。如果你要获得质押的收益来分享到期限套利的利息的话，你可以选择这里 Stake 质押，但是你的资金就会被锁定，会获得一个还不错的收益率，大概是8%到20%-30%左右。最近市场相对没有那么 formal， 所以收益率没有这么高，大概是10%左右。如果你看之前相对比较 formal 的市场情况呢，收益率可以达到20%-30%左右。在未来一段时间，如果市场进入到牛市，利息应该都会是一个不错的状态。如果你想要获得更高的收益率，愿意去承担更多的风险，你可以把资金存入保险库当中的 RLP 池子。本质上呢 ，Resolve 会将用户的资金拿去进行期限套利，这个策略靠谱，但是如果遇到一些黑天鹅事件，还是可能会亏损。为了保证 USR 稳定币的价值，它不会脱钩。一旦有任何的亏损，首先呢会用 RLP 的池子去做偿还，相当于呢这是一个保险库，去承担更高的风险，同时后也可以拿到更多的收益。只要你购买了 RLP 的代币，你不需要质押，自动的就可以获得这些年化收益，自动的复利。长期来看，除非发生黑天鹅事件，否则 RLP 的代币价值会不断的升值。这些曲线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。其实 Edina 也有类似的金库，他们叫做 Reserve Fund。Edina 有$6000万的保险金库，相当于是$6000万要去保障$60亿的稳定币价值稳定。相比之下呢 ，Resolve 这个项目，他们的保险金库有$3400万，要去保障$2.7亿的稳定币不脱钩。从这个维度来讲呢，这个项目的稳定币会比 Edina 更不容易脱钩，会更加低风险。另外，相比起 Edina，Resolve 它的资金流会更加的透明，绝大部分的用户资金都会保留在链上，透明可查。比如项目方资金的64%呢，会存在这个地址，大家可以随时查看有没有去挪用公款。另外26%的资金，因为需要去一些中心化的交易所开合约对冲，所以资金交给了第三方的中立机构保管，避免中心化的交易所跑路。剩下的9.8%呢，有0.8%他们存在了币安，剩下的9.3%他们存在 Hyperliquid。Hyperliquid 的资金也可以在链上查得到，从这里可以看得见。Resolve 它的资金呢非常的透明，几乎没有挪用公款的空间。这个项目的主要收入来自于期限套利、做空合约的资金费率收益，另外一个部分收益来自于 LST 的奖励，比如持有 Lido 的 STETH 可以拿到大约4%左右的收益。这里是国库里头的资金分配比例。往下我们还可以看得见 Resolve 是在哪一些交易所进行合约对冲的，半数是在全球最大的交易所币安之上，2成是在全球最大的期权交易所 Deribit 当中，3成是在 Top Chain 朋友都很熟悉的链上黑马 Hyperliquid 里头。听到这里，如果大家觉得这个项目的机制还算靠谱，稳定币的回报呢，并不是所谓的泡沫或者庞氏，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分享参与的方法和策略。玩过那么多的积分项目，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了。开始之前，我们一定要充分了解积分的规则，才能够榨干资金效率。第4期的积分规则在12月12日的时候公布了，其中说明了一些操作可以增加积分的积累速度，一定要去完成。首先，目前的空投活动在第4期，这段时间的积分呢都会有50%的加成，越后期的积分会越难拿。另外，如果你使用推荐链接，可以让自己的积分额外获得20%。如果你直接的进入到官网，没有用推荐链接，你的空投代币呢会比原本少20%。Top Chain 的链接会放在视频下方，有需要的朋友们欢迎可以去使用。目前为止，我们就可以获得70%的额外积分加成。接下来呢，如果你的地址里头有 Hyperliquid 跟 Dinero 的交互记录，可以额外再增加10%的积分加成。如果你没有用过这2个项目的话，可以去用一下 Hyperliquid 以及 Dinero 这个项目，可以在这个 Dinero 的平台里头去质押1点以太币，获得 PSETH 的这个代币，不要卖掉哈，留在自己的钱包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就可以额外获得20%的积分加成。
进一步，如果我们再去深入体验他们家的 DeFi 生态，参与各种的活动，如果你参加了7个活动，可以增加50%的积分；如果你参加了3个活动，可以增加10%的积分。这7个活动包括哪一些呢？这就得回到官网的界面，我们点击 Point 这里可以看得见。这是一个空的地址，没有存款，但是因为我用了推荐链接，还有这个地址曾经交互过 Hyperliquid， 所以目前就有80%的额外积分。如果要进一步获得50%的积分加成，需要去体验7个活动。官网这里有一些列表，这些活动当中你任选7样去交互就可以了。我举一些我可能会去交互的一些选项哈。首先你在以太坊主网持有 USR 稳定币，完成一个任务，然后在 Max 公链持有 USR 完成第2个任务，在以太坊主网质押 USR 完成第3个任务，在以太坊主网去购买 RLP 完成第4个任务，然后在 Max 公链购买 RLP 完成第5个任务，这样我们就完成了5个任务，我们只需要再额外补充2个任务就可以了。我个人呢会去 Pendle 或者 Aerodrome 这2个项目当中去做交互。Pendle 的话，你可以去提供流动性，我们点击 Pool， 然后选择 USR 的池子。如果你在里头去提供流动性，你还可以获得42%左右的年化回报，还是特别香的。另外呢，如果你还想多完成一个任务，你可以去购买他们的 YT 并且持有。方法也很简单，在 Market 这里，然后找到 USR 的池子，在这里你去选择购买 YT 就可以了。如果你嫌弃主网的燃气费太昂贵，你也可以来到 Aerodrome， 这是 Best 公链的交易所，来给 USR 稳定币提供流动性。在这里你可以提供 USR 和 USDC 的流动性，然后你点击 Deposit 去存入就 OK 了。基本上你完成这些就完成了8个活动，就可以拿到额外50%的积分加成，实际上只需要完成7个活动就可以了。所以这里大家可以8个里头选7个。如果你真的是超级大户的话，有很多积分，其实还有一种办法可以再额外拿到多一些的加成。Resoft 之前出过一个 NFT 这一款，在钱包里头持有它，你还可以额外拿到多25%的积分加成。所以如果你是大户的话，可能购买一个 NFT 可以额外帮助你获得更多的空投代币，是一个划算跟值得的策略。以上就是最大化积分的方法，但很明显，很多的行为都需要在以太坊主网上面去完成，会消耗不少的燃气费。如果你是大户，这笔燃气费我觉得很值得去消耗，因为你增加了50%、80%的积分，可能1-2天的时间就把燃气费的磨损给赚回来了。但是如果你是一个相对小资金的玩家，我个人觉得你可以佛系一些。如果你心疼这些燃气费哈，你可以放弃我刚刚提到的这些主网交互，直接在 Best 公链上面，因为它是 Layer 2嘛，你去 Layer 2当中交互，燃气费很低，你放弃一部分的积分加成，你就交互3个活动，你持有 USR， 然后你持有 RLP， 就已经拥有了2个活动。再往下，你可以在 Aerodrome 的交易所当中去提供 USR 稳定币的流动性，那你就完成了3个任务了嘛，你就可以获得10%的积分加成，已经很不错了啦。如果你们有注意到的话，应该会发现不同的活动或者说不同的策略里头，能够拿到的积分不一样。如果你持有 USR 稳定币，一天1美金可以拿到30积分；如果你持有 RLP 代币的话，1美金一天可以拿到10积分。因为 RLP 本身就有大约20%的年化收益，所以积分就会少一些。如果你拿了 USR 然后去质押的话，你拿到积分又会更少，一天大约是5积分左右。因为这是一个既安全又可以拿到利息的策略。其他的策略和积分呢，大家可以在这里看得见。我说一下我觉得相对值得的2个策略，因为我们刚刚为了拿到更多的积分加成，我们交互了3个或者7个活动，但是我们的资金分配只需要在1个活动里头放大量的资金，剩下6个活动我们只需要小资金1-2美金去交互就可以了，只需要留个记录。我个人觉得最值得交互的策略呢，是 Pendle 以及 Aerodrome 的策略。如果你的资金在以太坊主网，想要选择保本，在不亏损的情况下获得利息收益以及空头回报，放在 Pendle 里头做 LP 可能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，因为你既可以拿到最多1美金30积分的空头积分奖励，又可以拿到 Pendle LP 不错的年化收益，大约是42%。就算最后拿不到一丁点的空头，稳定币拿42%的年化收益也非常舒服了。如果你的资金呢是在 Best 公链，你是小资金玩家，但是你又想要安全保本的来撸空头，
首先，小资金玩家玩这种质押游戏肯定会吃亏，先降低大家的预期。但我又担心各位看了这期视频，用小小的本金在主网上面疯狂的浪费燃气费，我会内疚。所以如果你是小资金的玩家，我觉得在 Layer 2 Best 公链上面，低燃气费的情况下去玩会好一些。你可以在 Aerodrome 上面去提供 USR 和 USDC 的稳定币流动性，一样你可以拿到交易手续费，可能10%到20%的收益率，然后你还可以拿到每1美金30分的空投收益，还算是不错了，最大比例的空投积分，这应该是成本最低的玩法。如果你更加贪心，你看见了之前 User 的 Top Chain 朋友们去买 YT， 然后赚了10多倍，你也想要上杠杆，确实也可以，但是请抱着上杠杆的资金会归零的心态去操作，否则你会很不舒服。如果你是一个 DJ， 你可以在 Pendle 的市场当中，在 Pendle 里头找到 USR 的市场，然后去购买里头的 YT，88 天之后到期。PT 的 APY 是37，越低的 APY 可以理解为这里的 YT 就会越便宜。现在37%，相当于现在的 YT 并不算特别的便宜，亏损的概率不小，因为风险挺高的。如果各位真的要去进行一些杠杆的操作，可以在 Discord 群里头和我们群友们聊一聊，确保你知道风险在哪才操作。我先略过这个部分哈，这里太冗长了。总结一下，我想说的事情很简单，如果你是以太坊主网的大资金玩家，一定要使用推荐链接，一定要完成7个任务，一定要把积分的倍率拉到最高。另外 Pendle 的 LP 可能是一个相对不错的地方，可以让你拿到40%左右的年化收益，并且拿到更加多的空投积分。如果你是一个保本的玩家，这个策略应该是一个最优解。如果你是 Best 公链的玩家，不想花费太多的燃气费，那你至少也得去完成3项任务，可以拿到10%的积分加成，然后来到 Aerodrome 当中交易所里头去做稳定币的 LP， 应该也会比较舒服。你可以拿到交易手续费的收入，同时后你还可以拿到空投的积分。以上2个策略，无论大资金还是小资金，都可以让你保住本金，拿到一些利息，并且拿到一些空投的回报。如果你是一个 DJ， 是一个高风险玩家， Pendle 也提供了一个 YT 的土场，可以最高杠杆大约14倍左右，但是 YT 呢有可能会让你归零，如果你不懂，千万不要碰。再多1周左右 Resolve 应该会开启第5期的积分活动，到时候规则可能会出现一些变动，应该不会再出视频再跟各位分享了，我可能会直接在 Discord 群里面和各位讨论最新的应对策略。如果你还没有加入到 Top Chain 的 Discord， 欢迎加入我们大家庭，不是付费群，大家不用担心，完全免费。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，希望这期视频对各位有所帮助。我是 CH，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